没错，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誓盟约。没错。海默，快给你公爹磕头。哎，使不得。礼数还是要有的。喂，二位，请坐。张玉泉是我舅，我娘家姓李。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，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。海默这孩子命苦，11岁，舅妈因病去世，舅舅带着他，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。明27年，日本人打进广州。那天杀面的日本人非要听苏州评弹，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。舅舅宁死不从，摔了3弦儿，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。宁玉碎不瓦全，这是玉泉兄的风骨。可怜了海默这孩子，没了娘，又没了爹。玉泉兄的家人，就是我顾某的家人。我就知道，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。顾某与玉泉兄相知于广州黄埔。民国15年，老蒋背叛革命，挑动了中山舰事件，一时之间，广州暗杀成风。有人出10万大洋，买顾某的相声人头。危难之际，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17天，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。彼时，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中跟海默姑娘的亲事。随后，顾某随军北伐，卸甲姑苏，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。海默姑娘，过来，快让顾伯伯好好看看你。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，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，还记得吗？好了，别担心了，到这儿就是到家了。如果你不嫌弃，住下。海默，快谢谢顾先生。谢谢顾先生。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。顾先生言重了。哎，顾先生，怎么没看见少爷啊？嗨，这小子。报告，进来。处长，人到了。你好，我是师敌工科科长王明忠。你好，王科长。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。这是我爱人顾慧忠。这2位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，肖若彤、顾义忠。顾义忠、顾慧忠。我们是亲姐弟。啊，欢迎欢迎，来坐吧。啊，慢点。委屈各位了。自清乡以来，李晚伟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越猖狂，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，牺牲了一些同志，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，增加安全措施。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。来吧，同志们，先说说最近的情况。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，我们中了埋伏。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，
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。我们的住处，还有四通米店，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。王科长，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。先不说怀疑，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的说给我听。行动前一晚，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的电话，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。这是顾某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门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，顾某不会不认。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义中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。顾某虽属老朽，但也新社会了，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。顾某汗颜呐，也替犬子给二位赔不是了。顾先生，您瞧见了吧？什么桃园结义、伯牙子期，那都是戏文里唱的。人看富贵眼，难顾三家穷。海默，你说吧。海默，顾先生不但要悔婚，还要赶咱们走。哎，不，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。顾某只是说，这门亲事不成了，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。如果愿意，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，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走啊！太太小姐，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啊，谢谢王妈。谢谢。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。没错。啊，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？刘强吧，哪个部队的？新四军六师16旅新一团3营8连的。挺详细呀。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没跑出来，牺牲了。啊，你说的这个事情，多少有些蹊跷。90号刑场其实说逃就能逃的。再有，刘强宝同志牺牲了，那依你说，谁是叛徒？老鹰嫌疑最大。你觉得呢？我也怀疑是老鹰。报告。进来。老鹰，好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，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。王科长，下面请正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。怡园行动失败，四通米店被端，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。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，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。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2天在醉八仙碰面，我必须得去，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。可是你第2天并没有出现呀。谁说我没有出现？若彤是替我去的，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。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，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。醉八仙，你说你去了，那良友咖啡呢？当时我在良友咖啡，
没想到的是，段文涛会突然出现。谁是段文涛？江苏省委在90号的一个内线，代号飞鸟。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90号。半年前，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，组织才唤醒了他，并把关系转给我，和我单线联系。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。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？我的掩护身份就是良友咖啡的工友。这个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。内有叛徒8号细胞。表嫂，这么做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顾家悔婚，是他们对不起咱们。再说了，顾家少爷现在只是有女朋友，又没成亲，他一个公子哥哪说得准？没准过2天就玩腻了。但顾源这位置，咱们得先占上。来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……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。这苏州啊，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，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。就你这身打扮，别人看了瞧不起。顾少爷连看都不想看。大管家，干嘛呢？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？不是，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，看2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，鲁菜、粤菜、潮汕菜，还是淮扬大菜，我好备一下。吃的我们怎么都行啊。大管家，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。不会，不会。慢走。我再慢点。8号细胞就是叛徒的代号。我们内部的确出了叛徒，而且这个叛徒，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，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直接说吧，你怀疑谁？顾一中。不可能，弟弟不可能是8号细胞。顾一中，我问你，当天在良友咖啡，你开枪之后，90号的人追你们了没有？你意思是说，90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？顾一中，你一个读书人，没有受过特殊训练，怎么可能在10几个90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？读书人又不是笨蛋，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，就是个笨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话客气点。玉中，邵头，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。坦白什么？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。肖同志，你有什么可说的吗？当天晚上90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，但他们朝我和一中开了好多枪呢。1次逃脱是侥幸，2次逃脱还能是侥幸？望树墩刑场逃脱，良友咖啡神奇突围。顾一中，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下手不可言兵。建武同志，那最八仙的事儿，我们中埋伏的事儿，你怎么解释？顾一中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，还有我们的住址。房子是你租的，没人知道。顾慧中是顾一中的姐姐，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？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？你的嫌疑最大，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。怡园行动是你制定的，所有参与行动的人，除了我跟一中，全部都牺牲了。要说嫌疑的话，你才是第一嫌疑人。怡园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，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。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，相片也是他提供的。你竟然怀疑志平？志平38年被日本人捕过，被狠狠拷打了1个月，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。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？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？我们谁没有？
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，谁身上没有伤？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？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是共产党，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。比刀伤，比枪眼，成何体统？那份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，是我跟玉泉兄的手笔。师长，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事儿透着古怪呢。小鬼子逼得紧，少爷一身麻烦，娃娃亲就来了。海默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，家里情况也对得上。海默姑娘看着单纯些，应该没错。但是那个表嫂翁太来路不太正。对这个表嫂要严加提防。明白。照理说，这婚不该毁。可是，义忠跟萧小姐的情况，你是知道的。唉，孝悌忠信，咱顾家先失了信呐。进去。哥，全是到苏州了，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诈你的吧？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知道。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跟徐元增去重庆吗？泉水是中统的老人，徐元增一直都很看重他。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，恐怕是冲你我来的。郭景基被杀的案子，我感觉跟他们也有关系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反水，回去？反水，反得了吗？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。我走了，他能放过我？再说了，过了几年再回去，徐元增能相信我们？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。今天的局面啊，换来不易啊。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，哪条路都得走到黑。哥，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。哎，不行，哥呀，要我说，泉水留着就是祸害。行了，哥，我再说一句，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，美人计他们。哎，行了。再怎么说，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的。哥，我心里有句话，想问你好多年了，一直也不敢问你。那就别问。当年，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，为什么最终你们没有在一起呢？我跟泉水是1927年认识的，他是我的初恋。后来在一起没多久，大家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。1931年的时候，顾顺章叛变，我不是被捕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天意
还是有人刻意为之？就这么巧，审讯我的人就是泉水，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。我们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，佑飞又刚出生，恐怕我们又在一起了。这次泉水见识不见？以他的脾性，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去见他吧，然后打发他回重庆。那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。如果让日本人、让李先生知道了，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。明白。同志，同志，别动！喂，站长，收到电报，西太湖冲山岛8号，马上抄送给近藤。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。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。这不可能，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。坐下。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。6016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，他们团3营8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，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，觉得他的伤口非常可疑，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。你听我解释。而且他清楚的知道，这个地方叫冲山岛。坐下。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。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，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。坐下。我是被，请你坐下。谢谢谢。
伟忠姐，怎么样了？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。狄洪科判了顾一中死刑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审判委员会3票对2票。这只是施狄洪科的一个判决，执行还需要向上级申请。别急，我会想办法向新四军政治部提出申诉的。我相信上级领导会明辨是非的。住手！易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，他从小是我带大的，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。你要说他冲动可能，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。会长，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，根据地暴露。人民！会长，羊水破了。小花，同志，这还有人呢！回头！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叛徒，人不是我杀的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根据地暴露，大部队全部都转移了。队长，我们快走。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了，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。不可能！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而且组织已经认定你是叛徒了。你快走，你必须得走。我走，我跟你一块。张总，你在干什么？金城，你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，明白吗？快跑！不走！跑！贵州，你给我站住！贵州，你给我站住！吃过去！贵州是叛徒，你怎么能放他走？他有没有组织进行？他不是。快走，别管我！送他上船，我掩护。志平，水印，都走。贵州。志平，贵州，姐，姐，没事吧？贵州，你到底是不是叛徒？我怎么可能是叛徒呢？你要相信我。根据地是怎么暴露的？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当叛徒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姐，你到底是不是叛徒？你到底是？放了贵州，这是亲弟弟。还可是了。姐夫，带我走走，我去应该鬼子。带我先走，一路，交给我姐。我出动了海陆空，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，混蛋！谁说不是呢？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。
畜生不相像！你说谁不相像？阁下，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，新四军就在崇山岛，是否歼灭，跟我们有什么责任？是不是8号细胞给的？闭嘴！现在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。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，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？那就是顾一中。很快，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。这样一来，他的父亲顾惜行只能参加和运。你说过，顾惜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，不是这样的吗？以前，顾一中是共党，老头敢这么说。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？我们不杀他，自然有人要他的命。那时候，顾惜行和共产党之间，那就是血海深仇了。这样一来，顾惜行很快就会下水。黄，你的意思？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，太君。三国志云：“攻心为上。”行了，你们都出去。嗨。周志飞，等一下，忘记了，有一个好消息。帝国文部省下发了苏州地区2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，贵公子榜上有名。那个太君，不行，我儿子太小了。周，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。周部长的儿子、马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。江苏省只有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2个名额，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。知道了。谢谢栽培。晋城太君什么意思？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，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？你这么喜欢日本，要不我跟太君说说，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，好不好？这那不行了，我儿子还小了，而且你是站长，我就是一副的，还是得。好，海波姑娘。行了，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，都出汗了。顾先生，海默献丑了。哪里，谈得好啊！我跟令尊结识，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。你现在唱的跟他一样好。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，家传的张派语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。讲究的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知音仍存，斯人不在。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，薛先生、沈先生去了重庆，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。哎，王妈，快带吧！顾老先生在呢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谢谢。这观前街啊，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，就置办这么点东西。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，我看也就比香港。您还去过香港呢？啊，我们在广州住过，那自然去过香港呀。哦，翁太太，哎，以后要到观前街买东西，让富贵跟你去，让他给你提了多。
呀？不把人家敬腾放在眼里，得罪人了。小四才这么点年纪，留什么洋呀？我跟你讲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去跟东洋人说。我跟他们说不着。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，孩子必须跟我留下。这样啊，老周，你去跟敬腾服个软，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给他呀。他还喜欢什么呀？古董啊，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？都给他。我是不会跟敬腾服软的，我要给敬腾低了头，我以后怎么领导90号？你当个汉奸，怎么还当出个荣誉感来了？我不管啊，我不管，孩子是绝对不能送走！我的天哪，是我唯一的儿子啊！你给我送走了不行，要不然我去上海，我求李先生可以吧？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器左的了熟的吗？你别再丢人现眼了，行不行？我们算什么呀？梅先生的大小姐，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，现在都去了东洋。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，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。你是跟人家比官大还是比钱多呀？我周志威算个屁呀！老周，小四不能走，小四走不行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被送走了，我就去跳太湖。你们就一个个都逼我，要跳，我们一起跳，全家死都算了。我要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？我需要大汉奸。阿爸，对不起，横又写粗了。没关系，粗了就粗了吧。今晚上先写到这个，休息。我再练练。进来怎么不敲个门啊？自己屋还敲门，旁人看了不更怪？把老爷哄得挺高兴，事情办得漂亮。老爷子是真懂评弹的，还给了张书场月票呢。老爷子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大小姐和少爷去哪儿了吗？又不听话，来之前就跟你说了，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及时汇报。我不是你们这行的，不会。什么叫我们这行？我们是哪行啊？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儿，我不杀你，你弟弟的命也保不住。飞行大队戴队长还等着我每个月的回信呢。提叔，怎么浑身是水啊？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！挑来了几个拿枪的人，哎，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90号啊！提叔，你，哎呀，你怎么发高烧了？提叔，我去给你拿药啊。老鹰是谁啊？望树墩刑场逃脱，良友咖啡神奇土味，
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了，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。啊！为什么要当叛徒？曾会想过，带黑夜穿过，会看见星火，呼唤我，是胜利传歌，从耳边经过。没有炮火的战斗，也会模糊了血肉。在狼烟中逆流，在镣铐中先走，没有理由回头。曾心情不会发亮，它是被乌云遮挡，都是英雄淋雨战场。我的战场就是伪装，小里藏着欲盖弥彰，狐狸夹着尾巴说谎，而我在黑夜里乘着风低声吟唱。我也想追逐太阳，向着光，肆意生长，肆意的绽放，卸下身上这层层伪装，怕有一天忘记自己的模样。每条路都面临着迷惘，而我选择坚守信仰，心中无限何惧，黑夜漫长，等待着胜利的曙光。我也想追逐太阳，向着光，肆意生长，肆意的绽放，卸下身上这层层伪装，怕有一天忘记自己的模样。